这世界真的变了，但很多人都还不知道，觉得跟自己无关的。你会发现，就最近这2个月嘛，瑞士、瑞典、智利、加拿大，甚至现在连欧洲都在宣布降息了，唯独这美国不降，这代表了什么？过去这些世界最主要的货币都是看着美国的资本家眼色行事的，美联储不降息，谁敢第一个降啊？而这一次呢，就好像集体背叛一样，你美国降不降我不管，反正我就要降了。这最后呢，可能就会逼到美国也不得不跟着降息。只要美国一降，我们的苦日子呢就彻底结束了。因为无论是我们买房、做生意、投资，我们借钱的利息呢，全都会跳水级别的下降，所有的资产呢将会瞬间的复苏暴涨。而这时候，如果你跟我一样是90年代出生的，我们基本上还有2次见证历史从而暴富的机会。而如果你是80年代以前出生的，你可能就只剩下这最后一次机会了。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你，全世界只是进入了被收割的最后阶段，大部分的人财富只会更严重的被无形的转走。为什么呢？大家好，我是扫医生。为什么全世界都忍不住要降息了？你去思考一下嘛。今天我们想要去旅游然后这欧元贬值了，美元升值了，也就是说你去欧洲的吃喝玩乐，去买那些 LV 和 Chanel 的包包都会比美国便宜。可能去一趟欧洲，同样的享受和体验，你才花个1-2万美元，但是你去美国的话，需要花个3-4万美元的时候，你会怎么选呢？也就是说，这几年因为升息嘛，欧洲跟美元其实都在升值的，欧洲跟美国的东西都变得非常的贵，所以他们家的东西呢，其实都卖不出去，大家都不会去那边玩嘛。而且欧洲跟美国其实卖的东西呢都是很相似的，都是走那种高端路线的，也就是说他们有很大的竞争关系。但是问题来了，这段时间呢，美国资产的价格却反而不断的暴涨，美国人反而是变得更有钱的，然后还不断的花钱去消费的。美国的经济呢不但没有很差，反而是全世界最好的。而欧洲呢？欧洲里面本来非常赚钱的德国，就是我们都很喜欢买德国车嘛 ，German Engineering 嘛，但是他们的 GDP 呢，直接变成了负数。简单来说，这德国干了1年了，但是什么钱都没有赚到，还亏了。所以欧洲呢就要降息了，直接让自己的货币都贬值了，让自己国家的东西呢都变便宜了，然后全世界呢就会去欧洲消费和投资。而这时候美元呢就会相对升值，美国的东西呢就会变得更贵。所以如果美联储不降息的话，那么美国的东西呢就更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呢生意就做不下去了。那么一旦美国的公司呢都倒闭了，银行借给这些公司的钱就收不回来了。你想想嘛，我借你1个亿，就赚你500万的利息，但是你公司倒闭了，我是直接亏掉1个亿的。那么有1万家公司倒闭了，我是直接亏掉1万个亿的。所以银行呢也会跟着倒闭。而这时候呢，你是打工的，你公司都没了，你老板呢都要出来跟着你一起找工作了，你会怎么样？全美国的失业率就会直接飙升嘛。那这时候呢，美国就会依法不可收拾的崩盘，直接进入长时间的衰退。所以美国这一次呢就必须要降息。美国降息呢，那我们就发财了，对吧？我笑了。美元升值呢，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全世界的货币和资产都会加大力度的贬值。也就是说，美国它根本不需要把自己家的东西卖出去，它只需要拿着自己升值的美元去买你们贬值的东西就好了。美国会不会爆我不知道，但一个国家的东西贬值呢，就等同于你的房子。以前我要拿50万美元才能买得到的房子，现在只需要30万美元就能买得到了。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现在拿着将会疯狂升值的美元，到时候就可以无脑的抄底其他国家因为贬值而贱卖的资产了。这不是收割是什么呢？而就算美国真的被逼要降息了，那全世界资产就真的会涨吗？我最怕的就是美国降息。那些说什么欧洲降息就是在背后捅美国一刀的，然后全世界都要一起合作去美元化的，我真的笑了。如果我告诉你，一切都是在美国资本家掌握之中，一切都是他们布的局，这些人的世界观会不会崩溃呢？所以如果你是一家之主，你是想要让自己的家族变得更有钱而不是更穷的话，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搞清楚这局，然后跟着真正的有钱人去布局新的5大资产。而第一件事，你以后呢可能就会错过这一切经济复苏的暴富趋势，因为你可能不会再看到我的影片了。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首先，欧洲联合其他国家降息，真的是在背后捅美国一刀吗？之前欧洲是如何被美国的资本家教育的服服帖帖的，你知道吗？他们被美国收割到有多惨，你又知道吗？欧洲是一个什么概念啊？我们读书的时候呢，就听到过这个孔子很经常出国，经常去游历不同的国家，比如说这个秦国到楚国，感觉很厉害的，对吧？实际上呢，这从秦国到楚国呢，其实可能就只是从内地的四川到重庆的距离而已。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现在坐飞机从四川到重庆，你刚起飞的时候呢，你就会听到机长的广播，告诉你准备要降落了。那么这个欧洲呢也是一样，虽然有很多的国家，但是国家之间呢都是很近的。比如说你德国去荷兰或者是比利时的话，飞机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所以虽然说欧洲有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都玩的比较近的。比如说我以前有个客户，他是在比利时的，但同时他也有公司在荷兰还有德国。也因为这样，当年的欧洲国家呢就提议啊，要不我们就结个盟吧，发行一个同盟的货币，这样我们之间做生意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把我荷兰的钱换成你们德国的钱，我们同意呢就用欧元就好了。也因为这样呢，以前做生意全世界都是要用美元来付钱和收钱的，那么你这个欧元诞生了之后呢，你欧洲那边的国家都不用我们美元交易了，直接就抢走了我们美元30%的市占率了。所以这时候呢，美国的资本家就着急开了个会议，但是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呢，他们都笑了一笑，因为他们准备就是制作一个金融的炸弹。当时有一个叫做希腊的国家，他们一直以来呢都好想要加入这个欧元区，就是一直想要去使用欧元，但是他们当时呢也不是很有钱，给人家的印象呢可能就比较穷一点，所以呢就算用了无数的办法，欧元区呢还是不接受他们一起玩的。而这时候呢，美国的银行家就直接找到这个希腊政府，说啊，我们是很看好你们的，所以呢是可以借一笔大钱给你们的，然后就帮助你们去崛起。条件呢也很简单，我们商人呢投资只是想要赚钱嘛，到时候你还我利息就好了。就这样，希腊政府就答应了，然后呢就借到一大笔钱。而美国的银行家这时候就说啊，如果你们还不上怎么办呢？所以希腊就把自己的航空的税收啊，还有一些国家的收入都抵押给美国的银行家了。美国的银行家呢就直接成为了希腊最大的债主。这个炸弹呢就宣布制作完成了。所以下一步就是埋下这炸弹。希腊呢，在美国资本家的帮助之下呢，经济瞬间的变得非常好，有钱了，终于就可以一偿所愿的加入到欧元了。然后很多的国际比赛啊，比如说这个夏天的运动会，都是在这个希腊去办的。这种比赛呢，其实就是对希腊最好的宣传，因为全世界都在看电视，然后都会看到哦，原来这个希腊早就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他们很有钱，很有实力的。所以很多国际的投资呢，无数的商人呢，都会突然间过去这个希腊做生意。而这时候呢，只有美国的银行家知道，希腊搞了这么一场的奥运会，其实是亏本的。他们的经济呢，其实也只是一场虚假的幻象。但是希腊呢，为了可以一直在欧元区，所以他们就隐瞒了。而这时候呢，很简单，就是要为这颗炸弹埋下导火线。美国的银行家呢，直接找到欧盟里面最赚钱的国家德国。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我们做生意嘛，就是最怕风险了。所以呢，我们美国的银行呢，宁愿是付一笔钱去跟你们德国的银行上一份保险，一旦未来这希腊还不上钱了，你们德国的银行呢就要赔付我们一大笔钱。但是现在你也可以看到，这不太可能嘛。希腊所有的经济数据呢都是非常好的，而且还有实力搞那么多场国际的比赛。那么我们也只是想要买一份保险而已，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每年给你的保险费，你们都是无脑赚的。那么德国那边的银行衡量完了风险之后呢，发现真的希腊是他们里面发展的比较快的，不太容易会破产的，所以呢，就以很便宜的价格卖了给美国的银行家这一份保险，叫做信用违约交换协议 CDS， 你就理解为保险就好了。那么炸弹呢有了，导火线呢也有了，最后一步呢就是点火。点火呢就很简单了，
美国的美联储呢，在04年之后呢，就疯狂的升息。欧洲呢，为了防止欧元贬值，也被迫要跟着去升息。升息呢，其实就是代表了我们借钱的成本被瞬间的增加。所以希腊之前欠下美国银行家的债，瞬间就被扩大。加上08年金融危机已经燃烧到欧洲了，希腊的债呢，基本上是还不上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里面听到的，但是觉得跟自己无关的希腊债务的危机。你可能只是觉得那段时间就不要去希腊旅游了，因为他们很多的老师公务员的薪水呢，都已经被政府停止发放了，很多人都到街上去抗争了，很乱的感觉。而这段时间呢，美国的银行家就面带着笑容找上德国的银行，让他们的保险去赔钱。但是德国的银行呢，就不太愿意赔这笔钱嘛，因为他们也因为金融危机导致经济非常的差。那么美国的银行家就笑着说没关系的，然后呢就把这一笔保险用很高的价钱卖给了其他的财阀。很简单嘛，比如说希腊欠了1000亿的美元，而现在很大的概率呢是还不上了，而德国的银行呢替这一笔债上了保险，所以他们也有很大的可能就要代替希腊赔这1000亿了。而这个时候呢，美国的银行家他们只需要把这个 CDS 的保险在市场上用900亿也好800亿也好卖出去，这个接手的人呢，他只需要拿着800亿或者是900亿就能够买到1000亿的赔偿，所以很多的财阀呢都会想要去买，然后呢美国的银行家呢就直接脱身了。所以现在大家讲起这欧债危机、希腊危机的时候呢，都不会提到这一家银行的，这个是真实的事情你网上一搜呢就知道这家银行叫做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欧盟的国家就要被迫去救希腊，因为不救的话，所有欧盟的国家呢都有可能跟希腊一样爆发债务危机，有的国家呢就直接退出使用欧元了，脱欧了。美国的资本家呢就狠狠的给欧洲上了一课，从此之后呢，欧元呢也失去了直接挑战美元的可能性。所以你必须要意识到一个规则，就算美元升息升值了，那么也只是一时的，升息呢是为了收割财富，当资本家完成了抄底，他们就会降息和印钱，然后来让自己手上的资产暴涨和升值，而这个过程呢才是长期的。如果你手握的是现金，比如说你辛辛苦苦的赚到100万，但是10年以后你这100万可能就只剩下10万的价值了，无形之间缩水了，被偷走了，是不是这样的？以前你身家有1万美元，你就可以买豪宅了，后来这个豪宅呢100万富翁才能买得到，而现在你拿着100万美元，你最多呢就只是一个中产，买一个中上一点的房子就没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永远摆脱不了贫穷的原因。你思考一下，你上班8个小时给了你的老板，回家睡觉8个小时，吃喝玩乐一下，通勤一下，其实你一天只剩下3-4个小时是可以闲下来的。那么如果你还去找个兼职来做，太辛苦了，辞职创业呢成本太大了，所以你就只能不断的轮回，不断的上班，然后你赚到的钱呢看着它不断的贬值，请问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远离世俗，如果你不想要看上司和同事的脸色赚钱，如果你希望可以自由自在的去玩和休息，如果你希望不需要到处去找别人帮忙，自己一个人就能够赚钱的话，你必须要学会用你的钱帮你去打工赚钱。可口可乐的 CEO 很厉害对吧？他的年薪是5000万美金，然后交了税就没了一半了。但是你知道巴菲特投资了可口可乐，不劳而获的年赚了5个多亿美金，而且这是被动收入，因为他是拿着不断贬值的钞票去换了源源不绝的生财资产。他不需要去管理这家公司，不需要去想营销的策略，不需要去思考产品的定位，他只需要在一个最佳的时机去买进，并且做好风险管理，就可以直接财富自由了。所以你是想要辛辛苦苦的成为下一个可口可乐的 CEO， 还是轻轻松松的透过股票投资让钱去帮你打工赚钱呢？如果你是选择后者，如果你想要摆脱上班的无限轮回，如果你希望成为我的弟子，学习我们被市场监证的股票自动赚钱系统，就马上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学习股票投资班吧。所以这一次美国升息，实际上就是要宣布要剪羊毛了，收割全世界的财富了。原因呢讲过很多次，你可以看之前的影片。简单来说就是提升自己国家借钱的利息。
然后呢就可以吸引到全世界都把钱兑换成美元，然后就存到美国的银行。这样当大量的人都买入美元的时候呢，美元就会升值，其他国家的货币呢就会贬值。这时候美国的资本家就可以拿着升值的美元去抄底买入你们国家贬值渐慢的资产。而欧洲对外说是为了防止自己的欧元贬值，所以他们也跟着美国去升息了。实际上呢，你会发现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制裁了俄罗斯、伊朗、北韩、委内瑞拉，然后还把这个天然气的管道给炸了。而欧洲呢，它是很依赖这些地方去购买天然气和石油的，他们没了天然气和石油，欧洲的经济基本上呢就要停下来了。而这时候呢，美国就好像天使一样，对欧洲伸出了援手，把天然气和石油卖给了欧洲。当然，这肯定会卖得更贵一点，而且呢，一定要是用美元来交易，也就是说，欧洲必须要借入大量的美元，才能买得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那么，美国正在升息嘛？你要跟美国借美元，你就要付比较高的利息，也就是8%的高利贷。简单来说，欧洲向美国借了高利贷，然后再把借回来的钱以很高的价格买入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而且当美国升息，你如果不跟着一起升的话，你的货币呢就会贬值。一旦贬值的话呢，美国的资本家就可以去抄底买入你们贱卖的欧洲资产。但是如果跟着升息的话呢，欧洲的国库就更没钱了，你就要跟美国借更多的高利贷，然后欠人家更多的钱，这样欧洲一辈子呢就是替美国打工还债了。欧洲这种进退两难的时候，那么你会觉得欧洲真的敢在背后捅刀子吗？还是说任由美国拿捏呢？所以很简单，前段时间欧洲就跟着美国一起升息，跟着美国一起吸走了全世界的钱，导致其他国家的投资减少，消费去减少，打工的失业，做生意的倒闭。目的呢很简单，就是拉爆这些国家，引发他们的经济危机，让他们的资产崩盘，然后抄底去买入。就好像巴菲特已经抄底买入了日本的5大财阀，还有这个韩国最大的财阀三星LG其实现在最大股东也是美国的资本结果就是全世界都会在替美国的资本家打工，这些你可以看之前的影片。而这一次美国升息最想要拉爆的国家呢，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呢已经开始动摇到美元的地位了。虽然说中国这几年的经济也不太好，但是它还没有爆嘛，甚至还不断的借钱给其他的国家，让他们不被美国拉爆破产。而这时候呢，美国升息也导致了美国欠的钱越来越多，但是被他们拉爆的国家呢却很少，收割到的财富呢也不太满意。所以美国收割的目标还没有达到，但是收割已经要进入到尾声的时候呢，就只能使出最后的方法，就是让美元指数的其他国家去降息，让全世界的钱进一步的去流入美国，然后全世界的货币都进一步的贬值，唯独这美元升值。这个时候美国的资本家就可以做空一个国家的货币和资产，就好像当年的索罗斯一样，不断的卖掉泰国的货币买入美元，导致了泰铢当年变得几乎一文不值了。那么泰国的股票、房产呢也会相对美元贬值，泰国的金融体系呢就会直接崩盘。而这时候呢，索罗斯和其他的资本家就可以在低价抄底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之前的越南将要成为第二个中国嘛，但是他们的汇率呢已经创了9年以来的新低了。日元跟韩元也是一样的，大家喜欢去旅游的都知道，已经贬值到非常非常便宜了。所以欧洲降息呢，美国的资本家真的会不知道吗？我告诉你，欧洲央行的主席呢，跟美联储主席见面的次数呢，可能比你回家探望你的阿公阿嬷还要多的，一个月平均要见2次的。所以欧洲、加拿大、瑞士、瑞典这些国家降息，其实更多的是替美元去保驾护航的。因为美国的国债规模已经很大了，不可能再继续的升息了，所以只能其他国家降息，让美元相对来说是升值的。这样美国的资本呢就可以做最后的收割，给到全世界最后的金融压力了。而且这也是为了美国降息做一个铺垫，因为一旦这个收割结束的时候呢，美国就要进入到降息。但是今天如果说美国降息和印钱的话，那么美元就会瞬间的变得不值钱，然后贬值。所以很简单，方法就是先找到其他国家垫底，先把其他国家拉下水，让你们的货币呢都先贬值了。
当所有的国家的货币都贬值的时候，美元是不是就自然变成最值钱的货币呢？那么到时候，当我美国说我要降息了，我也要印钱的时候呢，美元贬值的速度呢，自然就不会那么快了。我虽然降下来了，但维持住了，没有崩盘了，因为早就有其他国家在前面垫底了啊。但是重点的问题又来了，美国到时候要降息，是不是资产就一定会暴涨呢？我们看01年之前呢，美国都是升息的，自从01年1月份开始的时候呢，就降息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01年之前呢，美股因为升息都是暴涨的，直到01年降息之后呢，美股的大盘就直接跌了接近50%了。这段时间呢，就是互联网泡沫的爆破时间。然后我们再看嘛，美联储07年之前都是在暴力升息的，07年9月份就开始降息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07年之前美股也是因为升息而暴涨的，但是自从07年降息之后呢，美股也是暴跌了50%左右的。那么我们再看嘛，美联储最近从2022年开始升息，什么时候降息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看得到，自从美国升息之后呢，美股就已经暴涨了接近50%了。也就是说，按照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升息呢，美股是会暴涨的，降息呢，美股反而是会暴跌的。为什么呢？之前也说了，因为升息的时候呢，全世界钱存到美国的银行，美国的银行呢就会拿着这些钱去投资嘛，所以一大笔钱呢就会涌入美股，美股自然就会暴涨啊。而美国对外的经济虽然很差，但是美国人在股市、房市里面都赚到钱了，所以他们反而是比以前更有钱的。美国的经济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是变得更好的。但是，一旦降息的话，钱就会流出美国，美国的股市呢就会被抽干了。那个时候，谁在高位买入，就相当于是接盘侠了。而之前也是说过，股票的牛市呢分3大阶段。第一呢是前戏，就是大户去抄底，所以股价会停止下跌，转为上涨。然后其他的投资人呢也会跟着进场，股票呢就会进入到兴奋的阶段，一路的暴涨。最后呢，连散户都进场，那么就会高潮喷发。而这些呢都是在升息的过程里面的。这个牛市的3阶段呢，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那我们看现在嘛，我们基本上呢已经经历了美股的前戏，然后进入到兴奋的阶段，而现在呢，美股可能已经进入到最后高潮喷发的阶段，意思就是上涨的幅度和速度呢都会来得更快和更大。所以这段时间我自己的策略上部影片也讲了，我在兴奋阶段可能进入到高潮喷发阶段的时候卖掉了大部分的美股，原因很简单，因为很多股票出现了暴跌，触及到我的止损，但我无法判断到底现在是不是牛市要结束了，会不会进入到这个高潮喷发的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投资人会选择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卖掉离场。不是说我不看好，而是说我不需要看好，我只是要做好这个风险的管理。比如说 Nvidia 那段时间 Nvidia 呢是暴跌了20%，而这1-2个月的时间里面呢，我把钱都投到港股的小米里面，赚了16%左右。这些呢都是有影片为证的，大家可以看我上一部或者是更早的影片。而最近 Nvidia 重新的反弹了，突破了之前的压力位，可能已经进入到高潮喷发的阶段。所以其实最佳的买入时机呢是5月22号。当股价刚刚突破这个压力位，也就是975块的时候去买入。当然呢，我自己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了，因为我去旅游了。一般呢，我去玩呢，我会放下所有的工作和投资。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是没关系的，因为我年头的时候买入了比特币、黄金和美股，已经让我有很不错的利润。我已经享受到牛市兴奋阶段那个比较容易赚钱的机会和趋势了。至于 Nvidia 呢，它可能已经进入到牛市的高潮喷发阶段，但相对来说呢，风险都会比较大，赚钱都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它是跳空上涨的，意思就是很多的散户已经无脑的去抢货了，这就会吸引到很多的大户在高位卖货。那么虽然说我错过了这次机会，但是只要这只股票出现下一个最佳买入时机，我还是可以去买的嘛。而且美股里面也不止这一只。我目前已经把其他跑得比大盘还要快的股票纳入到观察名单了，一旦出现最佳买入时机，那么我就会买入嘛。但是我的交易呢，将会比以前更加的小心，止损呢可能会更加频繁，因为风险也比之前大了很多嘛。那么有的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这些很复杂，觉得很麻烦，甚至觉得这样买来买去的风险很大了。其实这就是认知的不足啊。
当你不会游泳的时候呢，当你不会开车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危险很复杂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会游泳会开车的人来说呢，这些都只是肌肉的记忆，就是我们跳到水里，那我就会游泳，你给我一辆车我就会开，而且这些都是我自己操控的，我不需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一个不认识的司机，我自己来把控好风险，其实这样才是最安全的。人对于没有接触过不了解的东西呢，就会有很大的恐惧，因为是未知嘛。但是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你学什么都是一样的，你就必须要打破这一个恐惧，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一切都是很简单的，上了手之后呢，根本就不用脑袋去思考的。股票也是一样的，你之所以觉得很危险，是因为无数的人没有学习过，然后就把钱乱投，最后就亏到遍体鳞伤的。或者你会听到很多的见解，比如说有的人要告诉你长期持有啊，有的人说要短线投机啊，然后还有无数的理论，什么别人恐惧我贪婪啊，什么越是熊市我越要抄底啊，然后还有什么新闻的解读啊，内幕的消息啊，基本面啊，财报之类等等的，甚至还有什么技术指标的分析之类的，让你觉得很复杂。其实大道至简，你学习的越多呢，你就会越乱。其实你只需要知道如何在价格上涨和暴涨的趋势里面，用最低的风险去经常买入，如何在看错方向的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你只需要找到一个有结果的师傅，你认可的系统，然后你跟着一步一步的去学，一步一步的去操作就好了。而我们投资玩的是一个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我们玩的是一个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呢，就是今天抛个硬币，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抛出正面，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我赚的话就赚100块。但是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我亏的话也只是亏1块钱。所以如果你真的希望把这些学会，跟我和我的弟子一样，在不需要盯盘的非常低的压力之下，连赚6到7位数美金的话，来，我们结个缘。很多人说我之前的课程太贵了，你走不进来课程。那么接下来我送你们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的报名我价值1000美金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好了，很久以前呢，我们就说过富人都会购买的5大资产，这说的是在经济好的时候啊。那么如果美股真的因为降息变差了，我们要配置一些什么样的资产呢？新的5大资产将会是我们的重中之重，现在呢不能细说，所以你预期接下来的影片将会非常的丰富和精彩。所以记着，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